我从小学5年级就开始想找对象了，遇到的这个美女数量有限呢，在街上比较多。你有问题，亚洲男性好像不太受欢迎。倒数第一，喜欢了你，谁诱滑了你？实话实说啊，没有差很多，相貌出众，还蛮开放的。他只要出现了，就怀疑他们是不是身体都不健康啊？他一天睡一个白雪公主，人家不跟你约炮，不跟你结婚，不是很 serious。后来就放开，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吧。我心态很开放的，全是美女，全是 model， 要不就去当和尚算了。网友人来找我相亲是吗？有啊，就慢慢就看开了，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钱啊，对我好。有些女生她其实就想约炮。他讲个笑话，你不一定 get 到的话，饮食习惯就蛮重要的。你一定要去看他父母怎么样，但是他会变得很好的。我前女友就是在健身房认识，不要以为你没病。大家好，我是老杨。气势高涨一点，高涨一点。好，欢迎来到散修老杨频道。哎呀，我帮你说算了。好，欢迎来到散修老杨的频道。我们先从那个自我介绍开始吧。啊，好，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行。我是姓郑名渠啊，英文名我有时候叫做 Q， 就是 letter Q 然后我是2014年来加拿大的这边已经10年了，不短不长吧。那你现在你有那个永久居民的身份呢？对，我是这个已经是公民了，可以投票的。你是公民了啊？对，可以投票的，对，公民。那你的动作还蛮快的啊。对，因为我是跟父母一起来的，所以呢就是依亲移民，不需要我折腾。落地就是永居，落地就是永居。对，所以就很快就然后我现在是毕业了，大学毕业是读的是心理学音乐，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教音乐，然后做一些社工社工。很多人一讲到社工呢，他就是觉得那你是志愿者吧？不是，社工是有钱拿的社会福利工作跟一些青少年有自闭症的带他们出去做一些活动非常有爱的工作非常的好玩，而且能够帮助到其他人钱不是特别多钱不是特别多，对。那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Canadian Mennonite University 是中部加拿大温尼伯的一个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对。那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多大了这个能说吗？多大了？你就不用说了。不需要说吗？不用说吧。好，那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找对象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找对象的？我从小学5年级就开始想找对象了小学5年级不是小学3比小学1年不是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有喜欢的女生了幼儿园我就开始想找对象了找了这么久没找到，找到过，但是又分了合合分分嘛，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分了好，就是那你是听说你现在是很愿意用这个。就是约会软件去交友，约会软件用的比较多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交友方式呢？因为身边遇到的这个美女数量有限没办法，就只能滑软件了滑软件，对，就是还是说生活中能遇到的这个女孩子少一些是吧？在街上比较多大街上很多但是大街上你又不认识，除非你上去跟人家搭讪不然的话学校里面有很多，但学校也没遇到合适的学校工作的话接触的有限，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大学毕业，大学没找到那出来工作也更难找了，对吧？你这个大学没找到说明你有问题大学没找到OK 好，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你经常使用的是哪些社交软件呢？比如说 Hinge、Bumble、Facebook 这三个我都有用然后以前用过 Tinder Tinder 的话我感觉是白人比较多白人比较多，亚洲男性好像不太受欢迎，你知道吗？约会软件上有提示你有没有听说过提示你知道我们亚洲男性在约会软件上在北美的排行是老几吗？不知道倒数第一那我是拿大数据说话了，对就是说是有这方面的研究的就学术研究就是说亚洲男性在北美的这个 dating market 这个 dating 市场上婚恋市场上的排行是比较低的有一个社会学的教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亚洲男性你要跟白人比的话就是比如说同样一个亚洲男性相貌普通的跟一个相貌普通的
同样的一个白人男性的话，嗯，你要在婚恋市场上具有同等的竞争地位，你需要比他挣多少钱吗？你猜一下，杨导。不知道。你猜嘛 ？double 吗？ ？double，嗯，一年$20万，要比白人要多20万美金。多$20万啊。天哪，不是多$20万啊！啊，不是20万美金，是多$20万啊！开玩笑呢，开玩笑。你现在平均工资多少钱？对吧？一年有个4、5万，6、7万啊，这很不错了。你多$20万，天哪！啊，所以这意味着现在你就放弃 Tinder 了，对不对？那其他的那些软件好一点吗？Hinge 我觉得还比较好用，因为 Hinge 的话，它进入市场的时候，它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它有一些普通约会软件需要付费的功能，它免费开放了。比如说，它可以看到谁喜欢了你，谁右滑了你。这样的话，很多软件的话，你需要付费才能看到。对。然后有一些你约会的，比如说你的 preference， 你喜欢的类型，它很多软件需要付费才能开放这个功能的。所以 Tinder 的话，它比较多这样的功能，它免费也可以使用。对啊。那你现在会为那个交友软件付费吗？偶尔会，偶尔会，因为怎么说呢？你付费其实实话实说啊，没有差很多。因为就是说它是给你的那个你可以右滑的次数，就是你可以喜欢别人的次数多一点点啊，多一点点。主要是付费的，其实主要是男性，因为女生基本上她不缺人喜欢她，除非你长得真的是不是特别的相貌出众，就是你只要是 average 以上的，其实都很多人喜欢你，会很多人右滑的。要求他必须是华人吗？或者是说？我还蛮开放的，我比较偏向喜欢的是亚洲人和白人啊，但我现在基本已经放弃白人了啊，因为我发现我在社交软件上滑白人，简直就是搞砸自己的 algorithm 因为你滑白人，人家不滑回你的话，你的 algorithm 一直在往下降，然后你的 algorithm 就 boom， 然后你就再也滑不到人了所以有个 tips。你要是亚洲男生的话，在这边社交软件上滑的话，你尽量不要滑白人。你要是想滑白人的话，你专门创一个社交软件账号，就滑白人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经验啊。你的交友过程中，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事情，或者是奇葩的人物，或者比较糗的事情？比较糗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只要出现了我觉得就很好。那有时候呢，他突然就生病了那你就发现呢，社交软件上人生病的概率特别高，就怀疑他们是不是身体都不健康不好意思，我今天感冒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今天崴到脚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今天怎么了，突然他就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选择实在太多了，知道吗？选择太多了，所以一个人选择太多不一定好事，对男生一样，对女生也一样，对男生呢。选择多了，他就变成花花公子了，对吧？他凭什么跟你结婚呀？对吧？他一天睡一个，每天不重样的，对吧？女生选择多了，她要求就特别高，她以为自己是白雪公主，她期待一个王子来，对吧？然后王子呢，只有在电影里面有，所以你永远等不到，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都很纠结那你现在在交友软件上，你是以就是玩一玩的态度来交友呢，还是说你是以就是结婚为目的来交友呢？都没用。什么呢？你以结婚为目的交友呢，对吧？你要看别人要什么不是我要是没用对吧？我喜欢英国女王，她理我吗？她不理我，对不对？你喜欢谁没用，就是要别人喜欢，对吧？你想约炮，人家不跟你约炮，因为你不是吴彦祖，对吧？你想结婚，人家觉得你没钱，人家不跟你结婚，所以呢，重要的当然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得符合大众的需求你得是个大众款对吧？你说我想娶谁，我想娶英国女皇，没用，人家不聊你，对吧？你得先变成这个中国皇帝，人家英国女皇说不定就鸟你了一下，对吧？这个就是你得匹配
匹配。那不过你刚才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现在需要什么？我现在其实心态很开放了。我一开始就是什么呢？哦，我要找个女朋友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发现对吧？就是大家的 commitment 都很低，对吧？大家都是好像哎呀，就是约了今天，然后等一下又生病了，然后约了去怎么样，人又不见了，对吧？我后来就发现啊，原来大家都不是很 serious。那我后来就放开，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吧，反正大不了吃个饭聊聊天也不错。对，就是我这个 expectation 这个期待啊，一直在往下降，一直在往下降。现在已经非常低了，我的 expectation 已经非常非常低了。经常使用社交软件会导致人们就是说对自己的预期值就发生了变化。女生呢，她会有很多选择，那么她的期望值也会越来越高。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种传统的这种交友方式，比方说父母给介绍啊，亲戚朋友给介绍啊，这种你考虑过吗？我心态很开放的，杨导，你要是有合适的，你赶紧介绍给我，赶紧介绍给我。这个父母帮我相亲，我也很 open 的，就是啊，你帮我相太好了，你赶紧刚帮我找一个来，我都很开放，就我没有说怎么样不行，对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对吧？怎么样都可以，那可能主要找到合适的。传统的方式有传统方式的好处，比如传统方式，他亲戚朋友他知根知底啊，对吧？大家的这个门当户对，知根知底，对吧？大家有一个家长层面已经有 connection 了，对吧？那他会促进你这个儿女，他会更加 take it more seriously。如果是我上网见一个陌生人，对吧？我不喜欢，我第二把他删了。你要是亲朋好友介绍的，我不能第二天就把你删了吧？我起码聊两句吧，我得给我妈一个面子吧，是不是？哎，那你只要给你妈一个面子，机会就来了，大家的投入度更高的话，这个事情也更容易，朝这个想发展的方向发展。我感觉现在你是有点躺平了。躺平了啊，你这有点躺平。我还是在努力的，我还是有滑约会软件的。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么你理想中的这种老婆应该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什么标准啊，什么之类的？会不会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要求太高了？比方说，当然了，每个人现在要求都很高，对，每个人现在要求都很高，因为我们已经，比如说你放在100年前。你身边哪有那么多美女啊？现在你打开 Instagram 全是美女，全是 model， 啊，你打开 P 站全是 super star， 对吧？你看哦，原来女生是这样子才叫漂亮的哦，原来那个漂亮是什么1%，全满1/1000的人，对吧？在社交媒体上，你觉得哦那个就是标准，你身边没有那样的人，对吧？这给人一种很不切实际的一种感觉，然后人的要求自然就变高了，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经常提醒自己，就是说，哦，那个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实际的，对吧？这一个 image， 就你在网上看到的，哦 ，Instagram 上面的美女啊，以为身边都是那样的美女，其实没有。那你在现实中，比方说你要找老婆的话，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排序是怎样的？比方说长相、学历，或者是第一，年轻漂亮。年轻漂亮，我很实在的，年轻漂亮，为什么呢？你首先得看顺眼吧，那你看顺眼怎么办呢？对吧？我不可能找个大妈吧，对不对？那怎么样？第一年轻，不能是大妈，对不对？年轻。第二漂亮，好看，看得顺眼，我每天心情愉快，对吧？这是首先第一点。当然了，你要结婚的话，你不可能只是年轻漂亮，但是你一开始你看脸，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对，我比较实在了，开始先看脸，看完脸以后呢，觉得合适了，那就要看有没有 chemistry， 对吗？两个人相处，哎，这个化学反应在不在，对吧？然后化学反应看完了要看什么呢？比如说兴趣爱好啦、价值观啦，这个父母的背景啦、人生的目标啦，都要看。哎，所以很麻烦，要不就去当和尚算了，就不要搞这事儿，这事太麻烦了。那你自己有什么爱好吗？生活中，让更多的屏幕前的那个网友们来找我相亲是吗？有，这个我爱好可多了啊，这个涉猎各行各业，不是各行各业，这个溜冰、滑雪、打球、乒乓球、网球、pickleball， 旱冰、真冰，downhill skiing， like anything， 游泳、蒸桑拿、看电影，
什么都行。我的兴趣很广泛，很广泛。攀岩，啥都行。camping， 划船，你想干嘛都行。就是看书。你就说你喜欢宅在家里看书，那我可能陪不了你看书。我这个对 ，anyways， 打游戏这可以剪一下。打游戏。我这个打游戏很强的，我这个打游戏，只要我打的都是 leaderboard 的，就是都是上排行榜的，打游戏的也可以。不过我这人我觉得太宅了也不好，有时候打游戏，杨导喜欢打游戏，对吧？一打他就不发片了，对吧？所以我经常要提醒杨导，这不能打游戏了，你再打就没片出了，你这个观众就要踩了，不能打太多游戏啊。那么你现在交往过多少女朋友呢？交往过多少个啊？比较正式的。比较正式的，其实就一个。因为我是什么呢？为什么只有一个呢？因为我一开始喜欢单相思，我一开始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呢，我喜欢一个女生很久很久，以年为单位，数几年为单位。然后人家不喜欢我呢，我还是喜欢她，就是那种默默的对吧？就很凄惨那种这种自己把自己搞得很凄惨那种。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慢慢学会了，原来的没啥意义，没啥意思，人家也不在乎人家也不会因为你喜欢人家久了，人家就喜欢你了，就没这事儿就慢慢就看开了。对，我是不是又跑题了？没事，没有话题，没有话题。就是说你真正交往过的女生其实就是一个，是吧？长期关系就一个。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呢？分手各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就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情绪大家得比较稳定，就你不能隔三差五的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开始闹，对吧？就是大家要就是说有什么事好好讲。然后，对吧？就是说沟通的上面，这个个人的情绪，你不能靠另外一个人去帮你自己处理情绪。上海话叫比较作，是吧？比较有一点这样子。小女生有点作。当然我肯定也有我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说，上一段关系都是谁的错，这就是很不成熟的一个说法，就证明你自己没有反思，对吧？那我觉得我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这个为什么分手了？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没想好吧，因为我毕竟是第一个女朋友嘛。那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有时候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话呢，那就会让人很困惑，对吧？就是有时候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别人就更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就是我觉得还是处于这个探索阶段嘛，在上一段的那个感情中，那对。是男人是逐渐成熟、逐渐成长的。杨导这方面很有经验。杨导恋爱频道散修两阳之恋爱频道第1期就在这儿。那你觉得现在女生，比方说对男性的要求，比方说她最多的要求是什么？有钱啊，一定是有钱，是吧？有钱有地位。他都不会这么说的，女生不会这么说。女生说男人要对我好，男人要成熟，男人要怎么样？然后你最后发现他们找的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都想找这样的人，但是他不会这么说女生会跟你说她想要找这个，对吧？关心我的，爱我的。然后有些你发现其实他不想要，他甚至想要你对他不好的。这就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童年创伤啦，或者说有些女生她其实就想约炮，但是她会跟你说我想找个老公，但是她所有的行为都在告诉你，我只是想跟你约个炮而已，但是她会这么说，所以呢，有时候还得看行为那说什么没有用。而且很多女生，我觉得她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你父母有没有就是给你压力？没有，我父母还蛮开放的，就是他们放养型，他们会说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个相亲啊？我说可以啊，你找来我就看一下呀，见一下面啊，都没问题。那你有没有约会过这种白人女性或者其他族裔的女性？有约会过白人女性，我觉得白人女性的话，文化上还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坎儿吧，就是说我在这边已经10年了，那我的英语也不错的，就是 my English is pretty good actually pretty decent， 但是你跟白人沟通的话，有时候他讲个笑话你不一定 get 到的，是有这种文化上，而且饮食习惯也不一样，这个也很重要吗？对，我觉得饮食你如果是长期关系的话，饮食习惯就蛮重要的。然后社交的圈子，就是我觉得跨种族的话，你要是长期关系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障碍的，对，会比同种族的要更难一些，对，特别长期关系啊。那你觉得如果是长期关系的话，你比方说双方的家庭会对你们产生影响吗？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每个人他从小到大肯定受父母影响的，所以你要是跟他长期谈的话，或者说进入婚姻关系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他父母怎么样。他的父母基本上就是他未来变成怎么样，就基本上就那样了啊！你不要觉得他父母很糟糕，但是他会变得很好的，就纯幻想，好吧？基本上就是他父母就是他以后会变成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面，是吧？一定要看父母。那你会考虑就对方父母的这个，或者他对方爷爷奶奶的寿命啊，什么就是健康啊，这些会考虑吗？长期关系一定会考虑。长期关系如果是以结婚为目标的，一定会考虑。所有这些都会考虑。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弟弟，或者是一个新人想开始使用社交软件来进行交友，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找老杨拍专业的 dating app profile 啊，杨导，你这个拍一家专业的这个 profile， 马上你这个被喜欢的次数就上去了，往上涨，咚咚咚咚咚咚咚。本来呢，你10天半个月没一个人喜欢你，你找杨导一拍一个专业的这个展示面，啊，帅帅的，马上人家女生就，对吧？就起码你有一些 match， 对吧？起码你有一些 match， 对吧？先不要谈约会。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以以一些兴趣爱好去认识人，比如说你喜欢跑步，去参加个什么跑步的这个团体；喜欢跳舞，去参加个 salsa 什么跳舞的社交团体，你就可以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我前女友就是在健身房认识的啊，跳舞认识的，跳那个 Zumba。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很好啊。这个方式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比社交软件要靠谱一些。对，因为你们是在生活中逐渐熟悉的。因为很多时候，以我为例的话，比方说，如果说很多人听到我的身高，他就不会来跟我约会了，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们是在工作中、在学习中或者在生活交往中，你们逐渐认识的，他可能就会发现你的闪光点，他可能从而会喜欢你。没有错，没有错。他就会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对。我们最后还问一个问题：如果是给过去刚刚开始相亲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刚开始相亲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现在要给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过去的自己，比如说10年前自己，就刚开始相亲的自己。刚开始找对象，对自己找对象的自己 ，OK。如果我要给10年前的我开始找对象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会比较长啊。没问题，没问题。去健身，少打飞机，多 put yourself out there， 多去外面认识人啊。你如果在大学，在加拿大有免费的 counselor， 去自我成长。心理方面的自我建设、自我成长，通过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辅导，你不要以为你没病啊，大家都有点病，多多少少都有点病啊，从小到大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创伤的啊，你不要说你没病，没病的很少，大部分都有病啊，不是说去看心理医生就神经病啊。因为我是读心理学的，所以我是基本上是必须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就是学校老师说你最好每个学生你学这个方面的都要去看心理医生。我在那里学了很多自我成长，通过心理学去审视自己和这个伴侣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值得去做啊。有点长啊这句话啊，没问题，没问题。
没关系没关系。你这那个我给你弹掉。哪个在这？那不是没关系，我不在乎不在乎。我怕弄伤它。我不会弄伤。没事，那放着吧，没事。哎，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可以，大家一定要点赞订阅啊，一键3连啊，散修老杨就靠你了啊，他做不做起来就靠你了，你不要让他失望啊。多几个你这样的这个受访者，我这频道何愁不发展呢？